这次在塞维利亚，我被美到2次，一次是在王宫，看到那些拱门、光影、庭院和花园的时候；另一次是在西班牙广场，被它华美的建筑和开阔的空间感所打到。这一集我们会在塞维利亚待2天，从都市阳伞大教堂到王宫、西班牙广场和弗朗明哥，看看这座西班牙南部城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是从马德里坐火车来塞维利亚的。昨天我们收到铁路公司发来的邮件他说今天马德里会有罢工，最好早一点到。结果没想到火车完全没有晚点，还早到了20分钟左右。我觉得这完全打破了我对欧洲的一个刻板印象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吴小亮大胖子。那我现在已经来到塞维利亚喽。那你看，在我后面这个就是它的标志性建筑——都市阳伞。你看它这个建筑很特别，很像一个个蘑菇，有没有？先让我们去近距离的看一下吧。这个都市阳伞下面还是有挺多座椅的，然后有很多人在下面休息啊什么的。其实感觉在下面坐一会儿，小风一吹，还是挺舒服的。都市阳伞对我来说，更像是一个来到塞维利亚了的开场。真正让我觉得这座城市很美的地方，其实还在后面。塞维利亚大教堂，它是世界3大教堂之一。它本来是穆斯林的一个教堂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建造了一个哥特式的教堂。然后它的看点就比如说它有哥伦布的墓，它由4位代表西班牙旧王国的雕像抬起，看起来非常有仪式感，也让这个教堂多了一层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感。还有它的主教坛特别的金碧辉煌，它上面雕刻了很多跟耶稣啊、圣经啊相关的人物，看得乱花迷人眼的感觉。它还有一个塔楼可以登顶，可以俯瞰到塞维利亚的市区，但是上面全都是栏杆，所以不太方便拍照，而且上面真的非常多的人，体验感不是很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逛完塞维利亚大教堂了。这个点逛起来其实让我觉得蛮不爽的，并不是它这个景点本身有问题，是它这个语音导览做的实在是有点太烂了。我们在买票的时候买了语音导览，它是那种给你一个链接，点进去以后里面就会有对应的地点和数字，然后点进去以后就能听到语音讲解。但是这个数字和实际的地点总是对应不上，而且我们在逛了一会儿之后就发现，如果你要按语音导览这样子，就是边听边看，时间根本来不及，所以中途我们就放弃，开始走马观花的看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跟着语音导览去很仔细的逛，我觉得最起码要留半天时间。然后我们是大概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，来不及看，到最后真的很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今天的晚餐来到了民宿它这边推荐的一家餐厅，这家餐厅呢就在我们民宿的楼下，大概走路1分钟就到了。跟你说，我点了一个桑格利亚之后，上来这么大一杯，我简直有点惊呆了。因为它这边没有酒水的菜单，所以我就只能盲点。这杯桑格利亚也是以葡萄酒为 base， 酒精味比昨天那家店要稍微重一点，但是还是可以入口的，不会有苦味，还是不错的。那我们点的第一道菜是烤洋蓟和其他的一些蔬菜。洋蓟这个口感有一点点像笋，但是它没有笋那么脆，烤过的味道就稍微带一点咸咸。它这道菜里面让我很惊艳的是这个西葫芦，你一吃就是那种很浓郁的那种烧烤的味道，就特别的香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绝，而且我发现现在你回味起来会有一点点回甘。那我们点的第2道菜是鳕鱼配上大蒜和番茄 sauce， 对整体来说这道菜也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又追加点了一道菜，烤伊比利亚猪里脊，口感没有那么嫩的，稍微会有一些柴。这道菜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淡。Hello， 大家，那现在来给大家快速的room tour一下我们在塞维利亚订的这间民宿，给大家看一下西班牙人的家里大概长什么样子。门口一进来其实是2个门，然后这个门推进去呢是厨房，然后这个门推进来就是客厅了。然后远处是餐厅，然后这边这个门呢是通到一个阳台的，它这个屋子是在最顶层，所以呢有一个阳台。然后阳台呢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小桌子，然后其实是没有什么景观啊。它斜对面这条街其实就比较热闹。哇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洗衣机，我竟然没有发现。这是
餐厅。然后我觉得它这边很有特点的是，你看它这里的窗户啊，全部都是这种木头的，就是用木头这样给它封起来的这种，我觉得很奇特。你看 ，OK， 然后呢再进来，然后这间就是一个卧室，然后卧室里面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床。这里是一个衣柜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衣柜哦，你看它这个挂的地方这么高，你看我都要这样子去够了，都有点够不着。然后再过来这边就是厕所，厕所和浴室。厕所和浴室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总体来说，这间房相比起我们在马德里住的那个小酒店宽敞很多，大概能有60平，东西也能摊得开。它的地段也很不错，它距离塞维利亚教堂王宫大概走路10几分钟就能到。它楼下就有超市、shopping mall，还有很多吃的，所以就还是蛮方便的。现在是早上9点半的塞维利亚老城，就感觉这个城市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街上的店呢都没开，然后人呢也蛮少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 brunch 的一家店来吃早饭。这家店是我们在前往老城区的路上路过的，被它的外观还有食物所吸引进来，感觉它这个装修什么的都还挺 fashion， 我相信女孩子应该都会蛮喜欢的。上来这个 pancake 也太大一份了，摆盘还是很精致的，很扎实的那种，味道还不错，吃起来也不会太甜。这个 pancake 上面的香蕉是烤过的，它上面会带有像焦糖的那种感觉的，对，还蛮好吃。我点喝的是抹茶拿铁这一类的，没什么甜味。我发现它这边点饮料好像默认可能就是不放糖的，好像你放糖是要自己加的。我现在来尝一下 Z 先生他点的洛梨的 toast， 对我来说味道有一点淡了，他可能是想要突出食物的原味吧。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塞维利亚王宫。这个王宫其实逛起来还是蛮美的，是混合了很多种建筑风格，比如说像摩尔、伊斯兰啊、基督啊什么，比较不像传统的那种在欧洲看到的王宫，我觉得还是很独特的。它这个王宫的2大看点，一个是少女庭院，一个是它的花园，我觉得都非常的美。而且呢，它这个王宫还是全游的拍摄地啊，是多恩王朝的皇宫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已经逛完塞维利亚王宫了。今天在游览的时候，我又有一点重蹈昨天的覆辙的那种感觉，因为王宫里面它有免费的语音导览，只要扫一下码就可以听。然后我一开始呢也是跟着它这个路线还有讲解边听边逛，等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不行，这样子实在是有一点太花时间了。半途以后我就开始抛弃那个游览路线的那个讲解了。我们今天是11点多进去，然后到基本上快3点才出来吧，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。如果说你也是想要特别详细的去听他的讲解，我感觉最起码要留出个半天的时间。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一下，那应该就会比较快。还要顺带提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大中午去的，太阳真的是非常晒，而且拍照那个光线都太硬了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觉得大家还是早上早一点去，或者是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再去。那我们现在来算是吃一点下午茶，在大教堂旁边就有一家卖葡式蛋挞的。这家店我查了一下，它不是从葡萄牙开过来的，是开在塞维利亚本地的葡式蛋挞店。我们买了3个蛋挞来试试看。看看里面。它这个蛋挞是里面有一丢丢肉桂的味道，跟 KFC 的葡式蛋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喜欢肉桂，应该会喜欢。虽然说我本人不是那么喜欢肉桂，但是这种程度的话，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它的蛋挞皮也是脆脆的，但我感觉它吃多了还是会有一点甜的。幸好我们只买了3个。
补充完能量，我们继续去今天第2个高光——西班牙广场。这里是为了1929年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修建的，也是塞维利亚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广场。整个广场是一个半圆形，前面有河道和小桥，后面是红砖建筑、拱廊和塔楼。走进去的时候，真的会被它这种开阔又明亮的空间感打到。沿着广场走一圈，你会看到很多彩色陶瓷长椅，每一个基本都对应西班牙的一个省份，上面会有省名、地图、文章，还有一幅跟当地历史或者文化有关的画面。Later. OK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是回到民宿了，现在在吃汉堡王。那刚才在玩完西班牙广场之后，我们去看了一场佛朗明哥秀。塞维利亚它是佛朗明哥的发源地之一，那我们也算是入乡随俗，因为它这个秀是不能随便拍摄的，所以就没有拍，最后拍了一点点谢幕。我觉得这个秀还不错，你能够通过佛朗明哥这个舞感受到他们安达卢西亚这边的热情。然后它是那种小型的剧场，就有点像我们国内电影院里面的小厅，观众从低到高依次坐上去。我们买的票是26欧一个人，它好像是6到12还是13排的一个座位。如果大家来这边有时间，也可以去体验看看。关于塞维利亚的感受，它这边的人相比马德里来说会比较热情一些，在这边我感觉司机都会跟我们打招呼，主动帮我们提箱子，人还蛮好的。然后呢，老城区游客也挺多的，它的景点也是在老城区这一片比较多，所以大部分靠走路就可以了。里面有很多特别窄的小巷，有点让我想起来就在威尼斯的那种感觉。那关于景点，我觉得塞维利亚大教堂、塞维利亚王宫还有西班牙广场是很值得一去的。像这些建筑都是融合了很多种建筑风格，都还蛮有特色的。塞维利亚的天气这2天基本上就是夏天的感觉，早上还是会有一些凉，但等到中午过后，太阳一出来，整个就是非常晒的。以上就是《西游记》第2集塞维利亚，上一集是马德里，还没看的朋友可以回去看看哦。下一集我们会去隆达。喜欢这种真实旅行记录，欢迎订阅我。我们下一集继续在西班牙走走看看。